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陈都灵干净温婉，气质出众，颜值着实动人。一张10年前的南航毕业照，2026年7月初突然被校友翻出来，24小时阅读破2亿，总阅读破10亿。照片里黄领学士服，高弧画质，却把白月光学姐4个字焊死在了陈都灵身上。可这时候的她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被一张证件照推着进娱乐圈的理工女了。2026年6月7日晚，翘楚在优酷站内热度破1万，开播才第6天，而且从第3天起就改成单更，又撞上高考首日，主力观众注意力被分散的天崩开局下，硬是冲上了1万关口。更狠的一组数验回时，腾讯视频热度破3万，岳林奇继优酷开播52小时破万，翘楚优酷6天破万。1年零3个月，3部一番主演剧，双平台100%破万。业内给他起了个新外号“新一代扛剧花”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个扛剧花当年差点没进城娱乐圈。2013年 Face Joking 校花评选，有人把他的学生证件照、白底、美妆、没修图直接穿了上去，他本人没投票，不知道，甚至没参与。结果这张照片一路干到女神榜第1，把当时的奶茶妹妹章泽天挤到了第2。经纪公司电话直接打到辅导员那里，苏有朋和饶雪漫因此注意到他，邀他演左耳女主，可他根本不想演。当时接到了左耳这个电影的橄榄枝，才会有成为演员的想法。他后来回忆，一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的工科女生，班里30来人，很长一段时间她是唯一的女生。机械原理、材料力学、C++、微积分排着队来。苏有朋见她第一面，留了句精准的评价：这个女孩越冷越开花。双引号。2015年左耳上映，10天4亿票房。陈都灵一夜成名，但清纯2个字也从此如影随形。左耳之后，质疑声铺天盖地，花瓶、表情生硬、刻板。有制片人直接说，这张脸太干净，不适合演复杂的角色。他回了5个字：我不想被定义。从2020年开始，他几乎住在片场，最忙的1年，出演了10几部作品，全年无休。拍摄良辰好景之几何，同组演员惊叹于他的角色笔记，密密麻麻写满体会，比剧本还厚。拿到长月烬明的剧本，他连夜看完所有戏份，写下3000字人物小传。云之羽里客串兰夫人，戏份只有3分钟，他认真准备，想尽办法在没有台词时演出角色厚度。为了孤舟，他苦练琵琶，跟着评弹老师学苏州话。2023年长月烬明播出，他演的叶冰裳，一个工于心计、偏执阴郁的反派。观众突然发现，那个乖乖女把恶毒女配演活了，不仅让人恨，还让人怜。编剧何妨说，陈都灵把恶女演出了悲情底色，导演鞠觉亮更狠。陈都灵不是在演角色，而是在吃角色。双引号。人民文娱专访里有这样一个细节，采访当天是北京入新年后最冷的一日，凌晨2点他才从苏州抵京，一早又开工。摄影棚关掉电暖炉，寒意尽满。他脱外套前，先轻声问记者冷不冷，然后递来一枚暖宝宝。这一幕比任何人设文案都更能说明什么叫书卷气，不是演出来的，是骨子里的。长月烬明之后，他几乎演遍了仙侠、历史、悬疑、武侠各类角色。宴回时里庄寒宴，拍了100多天，每一天都消耗巨大。岳林奇迹里九尾胡大祭司勿妄言，珠帘覆面低暗黑造型直接颠覆清纯标签。翘楚里楚朝
开播16分钟角色热度破亿，13小时内优酷站内角色热度破2亿，创下平台女性角色最快破2亿纪录。网友喊话让他演李清照，不是没道理的。但乔楚破万之后，热度每日狂跌数百。行业里出现了另一种声音，这部剧更多是人抬剧，而不是剧抬人。剧集本身的逻辑硬伤、滤镜磨皮过度、配音不贴脸等问题，让口碑没能接住热度的盘子。陈都灵自己也清楚这种状态。站在领奖台上，他说：“月亮本身不会发光，我也一样。我承载了作品的价值、角色的魅力、台前幕后所有人的努力和才华。”这句话恰恰是他这11年最准确的注脚。从南航绘图室里那个唯一女生，到优酷、腾讯双平台一番破万率100%的扛剧花，她不是被流量拖起来的，是被一个个角色、一本本人物小传、一场场重拍近30遍的戏刷题刷出来的。7月，10年前的毕业照翻红，照片里那个穿黄领学士服的女生不会知道，11年后她会以这种方式再一次让全网想起白月光4个字原来的模样。